星星眼牧羊人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穷人，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独生子。有一次，儿子说道：“父亲，我要去工作，去试试运气。”去吧，儿子，旅途愉快，去到没有泥泞的地方。他们为男孩准备好行囊，送他上路。男孩走啊走，直到走入一片大草地，才停下来。他看到草地的另一边，有些没有牧羊人看守的羊群。他心想，不能留羊群在那里。他决定守护他们，等牧羊人回来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但牧羊人始终没有出现。男孩的食物都吃完了，于是他想将羊群赶进城里，卖掉几只，不然他就要饿肚子了。他挑了几只公羊带进城里，卖给了屠夫。他用换来的钱将自己收拾了一番，然后赶着羊群住在了城郊。这座城里住着一位国王，国王非常强大，所有人都惧怕他。如果他打喷嚏时，有人没对他说“愿上帝保佑国王身体健康”，那人就会被杀掉。在一个周日的早晨，国王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，士兵马上跳上马，将国王陛下打喷嚏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，并让每个人都说“愿上帝保佑国王身体健康”。此时，牧羊男孩正在牧场放羊。当士兵抵达并通知他时，他违反了命令。他对士兵说：“在国王没有将美丽的女儿嫁给他之前，他不会说‘愿上帝保佑国王健康’。”于是，士兵将星星眼牧羊人抓起来，并把他带到国王面前。公主正好在旁，她看到牧羊人后非常喜欢他，但不敢言语。国王问牧羊人：“你说不说愿上帝保佑我健康？”“我是不会说的，国王陛下。在没有带着您美丽的女儿步入婚姻殿堂之前，即使您将我赐死，我也不会说。”“牧羊人，你不要妄想因为这点小事儿，我就将女儿许配给你。”之后，国王命令士兵将牧羊人扔到1000只毛猪当中。这时，牧羊人从夹克口袋里拿出笛子，吹奏起来。毛猪们开始三五成群，翩翩起舞。牧羊人一直吹着笛子，毛猪们跳得大汗淋漓，直到踉跄着躺回自己窝里。随后，星星眼牧羊人也躺下，睡到了清晨。早晨，大臣来探视时，发现了奇迹，牧羊人竟然安然无恙。大臣立刻将他带到国王面前。“牧羊人，你现在说不说愿上帝保佑我健康？”“国王陛下，在你女儿成为我妻子之前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即使给我上刑，我也不说。”“好吧，士兵，将他拿下，打刑伺候。”牧羊人心想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如果上刑，那我可要遍体鳞伤。士兵问道：“那牧羊人，你现在说不说愿上帝保佑国王身体健康？”“士兵先生们，请等一下，请你们先出去，让我想一想。”士兵留下他一个人。牧羊人将他的牧羊杖插进地里，将脱下的夹克挂在棍子上，并将铃兰花帽子盖在最上面。然后他对士兵大喊：“你们可以进来了，我是怎么也不会说的，随便你们对我做什么。”说完话，他迅速躲到角落里。由于屋子里一片漆黑，士兵以为他站在井边上，就将棍子、夹克和帽子推入井中。他们看到掉下去的蜡烛灭了，便认为杀死了牧羊人。第二天早晨，大臣去探视，听到牢房中传来优美的笛子声。
哎，难道有鬼吗？这不可能是牧羊人啊！他打开牢门，看到牧羊人正欢快地吹着笛子。他跑到国王那里，国王陛下，星星眼牧羊人还活着，马上将他带到我面前。当他被领到国王面前，国王问道：“那，牧羊人，你现在说不说？愿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。”陛下，即使您将我与猫头鹰关在一起，我也不后悔。在没有跟您女儿结婚前，我绝不会说。将他带上塔楼，当猫头鹰和蝙蝠啄他的星星眼时，让他在那里向我大喊：“祝我身体健康！”他们将男孩带走，士兵们刚把他关起来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笛子演奏起来。好吧，奇迹又出现了。发生了什么呢？所有的动物都跟同类聚在一起跳舞，几乎将楼房的一面墙踢倒。各种尖叫、哼唧声此起彼伏。当跳到口吐白沫，所有动物都躲到角落里，好像不存在一般。之后，牧羊人躺下，一觉睡到清晨。早晨，大臣再次过来看看牧羊人。打开门后，牧羊人依然毫发无伤。陛下，牧羊人还活着，他在塔楼房间里笑得如同整个国家都是他的。这是个疯子，快将他带到我面前。看样子我毁不了你啊！你现在坐上华丽马车。国王说。牧羊人坐上车，他跟着国王来到一片美丽的银森林。国王问道：“那牧羊人，你听着，如果我把这片美丽的银森林给你，你会说愿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吗？”“我不会，陛下，我要您的女儿，而非银森林。”“好吧，哼。”他们继续往前走。过了不久，他们到达了金色湖畔，里面的鱼和虾都是金子做的。国王又问他：“如果我将这片湖给你，你能说祝我身体健康吗？”“陛下，即使如此也不会。”“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”走了没多远，他们来到一处美丽至极的白色大理石篱笆，篱笆内有一座无法直视、比太阳还耀眼的钻石城堡。“那牧羊人，你快说，祝我身体健康吧！那样的话，我可以将这座城堡给你。”“不，陛下，除非您将女儿许配给我。”“我的上帝呀！”没有其他办法，国王昭告天下，将女儿许配给星星眼牧羊人。后天将举行婚礼，只要能动的人都来参加，吃的喝的有的是，能来的都来。参加婚礼的来宾多到城堡的院子都快站不下了，就连母鸡都带着他们的小鸡来了。桌上摆满了各种山珍海味。最后一道菜是辣根，辣根的味道刺激到了国王的鼻子，让他打了一个大喷嚏。此时牧羊人说道：“愿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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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。”说了好多好多次，直到最后国王说道：“哎呀，别再说了，我亲爱的女婿，我宁愿把整个国家和王位都给你。”于是国王将整个国家和王位都传给了他。星星眼牧羊人将可怜的父母接到自己身边，从此和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也许到今天，他们都还幸福地活着。